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，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超人平台的《塞尔达传说：众武神的三角力量》。今天是第2期，直接呢，咱们接着上期，从魔法商店出发。为什么从这里出发呢？因为这个视频啊，实际上你可以当做攻略来进行观看，所以说为了防止大家迷路，我就从上一期的结尾，魔法商店。继续向下一个目的地前进。那咱们下一个目的地呢，就是游戏的第一个大迷宫——东部神殿。路并不远，实际上这款游戏的世界地图也不是很大。首先，咱们到村长这里。他是村里的长老，简称村长。他呢也是七贤者的后人之一。告诉咱们，收集了3个吊坠，就可以拿起大师之剑了。背后看起来有一个隐藏，其实这个隐藏呢，后面咱们用撞击也可以撞开。3个宝箱一共拿到了100块，还有3个炸弹。游戏当中的很多隐藏地点呢，包括了加血、给钱等等。如果不是太重要的，那我就不进了。咱们要去神殿拿第一个吊坠，这种有高度差的地方可以跳下来。塞尔达的迷宫设计一向是相当出色的，虽然呢咱们是一个平面的画面，但实际上呢它也加入了高度差的概念，甚至在迷宫里呢你要把迷宫看成立体的，因为它是有楼上楼下的。那在楼上可以跳到楼下，有一些谜题需要这样来解。这个铁球如果玩过 3DS 平台2代的话，应该很熟悉了。100块，这边呢就是钱，但是这个数量啊不少。100多块，不拿白不拿呀。先走右侧，地板上有一个开关。这种骷髅是新敌人，如果你对它进行攻击的话呢，它会跳开。逼到墙角的话，它就没地方躲了。这游戏我还没花过钱呢，只是在攒钱啊。好的，拿到了地图。那一般来说呢，迷宫有3件套，分别是地图、指南针还有大钥匙。咱们现在拿到了地图，下面有一个大宝箱啊，大宝箱一般都是道具，咱们可以使用的，比如说弓、力量手套等等。这个地方门关上了，那开门的方式一般是踩动机关，或者使用钥匙，或者呢是清屏。指南针，墙面上那个小3角大概是电话，你可以用它和长老进行通话。刚刚路过这个地方呢，也是有一个隐藏要素的，这个后面咱们回来的时候再给大家演示。快跑，这里的视野受限。先捡这个炸弹吧。
等我再回来想捡魔法瓶的时候已经没了。攻略迷宫之前，如果想打得顺利一点，还是需要自己先熟悉一下的。这里需要把怪清了，上边的这种骷髅就开了。采集官，好的，大钥匙。这样3件套齐了，咱们再去拿大宝箱里的东西。这是一把弓，这样的话咱们的弓箭就可以使用了。弓箭呢，主要可以用来攻击远处的敌人，尤其是这种雕像，弱点就是眼睛。这个地方跳下来有2只小妖精，咱们把它抓起来放到瓶子里，这就相当于血瓶啊。血量现在其实就不满。这个房间呢，主要是钱，收集一个是5块，所以说这里边还是不少的。游戏的迷宫当中呢，有很多这样可去可不去的房间。后面的迷宫呢，我就不进了，因为到游戏的中后期，我感觉钱也不缺，血量也富裕的情况下呢，一些加血的房间也不用去了。用弓箭射独眼巨人，这种绿色的呢一下1个，红色的需要2件。这里有一只红色的，也可以用这东西砸呀，但是感觉砸骷髅更省事一些。前方不远呢，就是本迷宫的 BOSS 战了。弓箭现在上限是30。好的 ，BOSS 战。这些 BOSS 的弱点就是弓，咱们射就可以了。需要小心的是，剩最后1只的时候，它会变红。狂暴之后会跳起来砸人的，需要躲一下。好的，这样 BOSS 攻略完成，拿到了1颗大心。第1个吊坠，这是勇气吊坠，回去交差一下吧。交差的话呢，是有一个道具拿的，冲刺靴，这样咱们就可以冲刺了。冲起来还是很爽的，尤其是第1次冲的时候。这里长老告诉咱们故事的背景啊。这把大师之剑，原来的主人就是守护七贤者的骑士团。冲刺这招呢，在我手里主要用来赶路啊，可以节省大量的时间。去下一个迷宫之前，我要去收集一些东西。首先呢，咱们回一趟魔法商店。忘了给大家介绍里边的一些东西了。好在路呢不远，我刚刚
我从这里过的时候就被射了一箭。好的，到了，咱们进屋啊。进屋先拿一样道具，魔法药粉。魔法药粉可以把敌人改变它的形态。出门呢，咱们试一下。我变成这样了。不同的敌人呢，变成的样子也不一样。另外呢，魔法商店里刚刚摆着几种药水，分别是回血的、回蓝的、回血回蓝的。总体来说，我感觉回蓝的药瓶更有用一些，因为打 BOSS 的时候，有时需要关键的道具，耗蓝量比较高。这里有一个心之碎片，现在咱们的血量已经6滴了，很富裕啊。现在是6又1/4。接下来呢，回一趟村子。村子的南边啊，有一本书，这本书呢可以解读古代的文字，涉及到咱们进入下一个迷宫，所以说这个东西是一个关键的道具，算是一个解谜的道具吧。拿这个道具呢，就需要冲刺的能力。所以说大家想一下，这种谜题的设置，它在骨子里和恶魔城很像，因为恶魔城呢就是通过各种能力的限制，让你一点一点的打开地图。我对这种解谜的设置啊是没什么抵抗力的，因为从小就玩类似的游戏嘛。任天堂做的游戏确实非常的讲究趣味性。好的，就是这本书啊，拿到。这样咱们可以去下一个迷宫了。去下一个迷宫之前呢，咱们顺路拿一些东西。其中有一样道具啊，冰之魔杖，现在呢就可以去拿了。这个位置就是林克家的南边，跑了一圈又回来了。刚刚这个冲刺爽啊，在地上割草，割了一道沟。好，这里用一下炸弹，钱呢现在是400多。这里边主要就是拿钱。先清怪吧。这个怪呢，你可以用弓箭来射，也可以把炸弹扔在脚下，然后举起来扔出去，这样就不用走过来了。因为地面的坑是可以掉下去的。这个盗贼呢，之前咱们遇到过一个，提到了说有一个伙伴在旧沙漠附近，可能就是他呀。他应该是藏起来了。哇，在这里拿到了好几百块啊，而且还有炸弹。钱已经快800了。哎，电到我了呀！咱们冲的太猛了，血量呢又不满了。接下来呢，咱们去拿冰之魔杖。另外呢，这个地方还可以抓到一个蜜蜂，打人非常猛啊。但是呢，你需要网，还有瓶子。我瓶子现在是满的呀。抓了2个小妖精，先放出来一个，把血量回满，然后把网掏出来。
以及冲刺。好，抓它就可以了。左边炸一下。在刚刚那个洞内侧呢，也可以来左边，但是来了之后发现进不来呀，被石头挡住了。冰魔杖，冰魔杖的作用是把敌人冻住，以及打一些弱冰的 BOSS 非常的有效率，就包括了下一个沙漠神殿的 BOSS。好，把螃蟹冻住了，还能举起来啊！冻住了也可以打，这个道具还是不错的。就是费蓝量有点高啊。可以去沙漠神殿的方向了，咱们收集了很多呀。这里需要先进一下，里边有水闸，咱们把水闸放了。这个箱子里呢是3枚炸弹，拿不拿都可以啊。水放了之后，能够拿到一个碎片。好，露出来了，水里的鱼啊也跑出来了。这里呢有一只大妖精，我就不去了，跟大家说一下。给咱们回状态的。这里的 NPC 呢，给咱们信息，提示咱们需要书才能解读古代的文字。好了，新的碎片有3个了。这样的话，打 BOSS 之前，咱们能再攒出一颗心来。上一期呢，只打了一个新手迷宫，有的小伙伴觉得短了，时间不够长，所以这期呢，咱们攻略2个迷宫。当然了，这2个迷宫都是刚开始，不难，所以说可以迅速的把它攻略掉。这里我打的就是比较快了，如果从容一点的话，可以先把你的法力搞满。搞满之后呢，打本关的 BOSS 会特别的快啊。仍然是奔着迷宫的3件套。这个雕像，它攻击的速度非常快啊！被它扫描到之后，快一点躲。地图很快就到手了，学会了冲真的爽啊！不停的在冲，林克要注意身体啊！指南针到手。这个迷宫里呢，除了常规的3件套，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道具。就是力量手套，大钥匙也到手了。
这样迷宫基本的组件已经齐了呀。冲起来呢也要节制啊，该停的时候还是要停。撞墙之后呢，林克会飞出去，飞行的过程当中呢是无敌的，但落地就要挨打了。咱们拿到手套了，可以搬石头了。搬完了呢，不要砸到自己的脚。好吧，这个有点冷了。这边有一个碎片，血量来到了7滴血。目前来看呢，血量对咱们的帮助不大呀。这是迷宫的后半段。以后如果有一些 BOSS 需要拼血的话，那我就上去拼了。门关上了，一看呢就是需要清屏。这个家伙射了我2发呀，没射到。保持移动，就不要慌。林克进了迷宫，好像进自己家一样，如履平地啊！可能只有 BOSS 能让他的脚步慢下来了。好，这里呢就是 BOSS 之前的场景了。我的魔法量大概可以干掉2个 BOSS， 因为 BOSS 一共有3个。最后一个呢就用剑来砍，所以说这个 BOSS 呢咱们是2种打法。都演示到了，使用魔法呢会迅速的秒掉它，非常方便。大家看一下，2次攻击就能够干掉1只。好，第2只也完事儿了，但是呢咱们法力槽空了，所以后面就拿剑砍。这个 BOSS 主要的攻击方式呢就是冲撞，以及它出土那一下会向四周崩出石块。这个石块呢，3只的时候是4个方向，但是最后1只呢就比较密集了，8个方向都有。好的，迷宫攻略完成，拿到了1颗大心，还有1个吊坠。那好吧，本期呢攻略了2个迷宫，时间也差不多，先给大家录制到这儿，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期再见。